三星準備在2026年推出2納米了，那華為呢，追得上嗎？不妨跟着我們一起看看吧。三星這次是真的憋了很久，最新的官方 YouTube 預告終於確認了新旗艦芯片的名字獵戶座2600，而且直接亮出網牌2納米製程。按照節奏，這顆芯片會在2026年初隨 Galaxy S26 系列一起發布。對於過去被罵到體無完膚的獵戶座來說，這絕對不只是一次常規更新，而是一場必須打贏的翻身仗。最受關注的當然還是2納米製程。獵戶座2600將採用三星 Foundry 的 SF2 節點，比目前的3納米理論上有更高電晶體密度和更好的能效表現，再加上新一代 ARM CPU 和繼續合作的 AMD Eclipse eGPU， 從紙面規格來看確實非常有競爭力。如果三星這次真的解決熱量和能耗的大問題，那獵戶座2600的表現會非常值得期待。預告片裡那句 In silence, we listened， 我們在沉默中傾聽，特別扎眼，幾乎就是在對多年來用戶的吐槽、媒體的質疑做出正面回應。Galaxy S26 系列大概率會在2026年2月亮相，而三星會在發布前大約1個月公布獵戶座2600的完整技術細節。和以往一樣，三星可能繼續採用雙晶片策略，歐洲與韓國用獵戶座，美國與中國用驍龍。不過如果2納米製程表現穩定，再加上優化得當，也許這次獵戶座版本終於不會再被驍龍版本拉開明顯體驗差距。三星強調獵戶座2600會核心精煉，全層級優化。簡單講就是從架構設計、能效分配到溫度控制，一層一層重新改。話說回來，華為近年靠麒麟國產芯片重新站穩旗艦市場，但當前產業普遍認為華為的製程大概還在7納米到5納米區間，要追到3納米、2納米至少還需要時間。華為能做的是在架構、調校、影像和 AI 上持續強化，用系統整合彌補硬件製造的限制。短期內想在製程上和三星正面硬碰幾乎不可能，但在用戶體驗上拉近距離則還是有機會。2026年的旗艦芯片市場基本可以預見會非常熱鬧。三星壓住2納米，華為走系統整合路線，高通和 Apple 繼續穩紮穩打。到底是獵戶座真正翻身，還是華為以另一種方式追上，或者旗艦市場因製程差距進一步拉開？不知道你怎麼看呢？不妨把你的獨特見解分享到評論區與大家一起探討。如果覺得內容不錯的話，歡迎幫忙點個讚或轉發分享給有需要的朋友們。如果期待後續更多相關數碼新機內容的更新，也歡迎關注我們。這裡是4讚數碼，我們下期再見。